真是没想到啊，连中国的顶级央企都扛不住了。最近，某顶级央企全线崩盘的消息在网上炸开了锅。这回不是小道消息，是实打实的内部文件流出，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个世界500强第43位的超级央企，居然在给全体员工降薪。来看看这份流传甚广的内部文件，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总部及所属单位员工薪酬发放事宜的通知。文件清清楚楚写着，全公司范围内暂停发放资格证书补贴，月度预发绩效工资砍掉一半。更讽刺的是，这个政策从去年8月就开始实施了，一直瞒到现在才被曝光。要知道，中国铁建可不是一般的央企，这可是拿着30亿人民币真金白银成立的特大型央企，业务遍布交通、能源、市政等领域，在全球最具实力的建筑集团中排名第43位，说是顶级央企一点不夸张。可就是这样的巨无霸，现在连工资都发不起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有经验的 HR 小王透露，这种降薪在央企界早就不是新鲜事了。他说，央企降薪跟民企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先是偷偷摸摸取消各种补贴，什么证书补贴啊、施工津贴啊、职级补贴啊，一个个全砍掉。接着就开始动绩效，提高考核标准，变相降薪。等这些招数都用完了，就开始碰基本工资，一直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后实在降不动了，就开始消失工资，要么让你待岗，要么干脆拖欠。更让人心寒的是，连裁员这事央企都玩出了新花样。据知情人爆料，央企从不会直接裁员给补偿，而是用尽各种手段逼你自己走人。先是开动员会，整天念叨什么降本增效、机构缩编，接着就开始各种内部竞聘，搞末位淘汰，最后把你调到边缘岗位，从研发降到技术，从技术降到后勤，直到你实在待不下去为止。一位在央企工作了15年的老员工无奈地说，以前觉得进了央企就等于抱上了金饭碗，现在看来这金饭碗也是镀金的，经不起摔打呀。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工程局的情况。有消息称，某工程局领导在工作群里发话，这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发不出来了，请大家且珍惜在岗机会。这话说的连哄带吓的。要知道，在工程行业，一般都是先从技术人员开始降薪，再到辅助人员，最后才轮到管理层。现在连管理层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不是明摆着整个央企系统都快崩溃了吗？网上有知情人士分析说，其实早有征兆。看看央企这几年的数据就知道了。以中国铁建为例，去年1年的营收增速才 2.3%， 创下10年新低。再看看其他央企，中石油今年前3季度利润暴跌 26%， 中石化更惨，直接跌了 35%。这些数字哪个不是在昭示着央企的困境？最讽刺的是，这些央企还在苦苦支撑门面，白天开会喊着形势一片大好，晚上却在偷偷给员工降薪，明面上说稳中向好，背地里却在想方设法裁员。这让人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到底烂到什么程度，连最后的顶梁柱央企都开始摇摇欲坠了。都说航空业是国家经济的晴雨表，现在这个表怕是要报废了。近日，国资控股的幸福航空爆出惊天丑闻，拖欠员工工资长达20个月，社保都断缴了，员工想跑都跑不掉。这哪是幸福航空，简直是痛苦航空。说到拖欠工资的数额，那真是惊掉下巴。据内部员工小李透露，光是飞行员的欠薪就触目惊心，飞得多的飞行员被欠20-30万，机长更是被欠了上百万。现在公司基本上是全员欠薪状态，这些飞行员真是飞得越高，摔得越惨。更触目惊心的是公司的卑劣手段。
据内部员工小王透露，想离职根本不可能。公司不仅拒绝结算欠薪，连社保都不给不缴，还要反过来向员工索要制服费和培训费。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金笼子战术，把员工圈养起来当摇钱树。公司虽然在今年7月份发了个文件，说要补偿员工工资，但实际上就是画了个大饼，承诺每月补发2个月工资，结果就发了一次2000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不是糊弄人是什么？更有意思的是，今年7月到8月短短2个月，幸福航空就被法院连发4次限制消费令，原因五花八门，有员工因为劳动争议告公司的，有天津机场因为服务合同纠纷告的，甚至连公司的间接股东奥凯航空都把他告上了法庭。这公司是要被告到破产啊！回头看看幸福航空的发家史，简直就是一部从富到穷的血泪史。2008年成立时，可是央企中航工业和东航共同注资的，那阵势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可东航好像早就看出了问题，2009年就急匆匆的撤资，只留了5%的股份。到2015年，公司首次公布经营数据时，已经是1年亏1.52亿，资不抵债了。现在的幸福航空号称有25架新舟60和5架波音737，但实际上大部分新舟60都暂停运营了。所谓的暂停运营，说白了就是躺在机场吃灰。一家航空公司连飞机都飞不起来了，这不是等于宣告死亡了吗？更让人绝望的是，幸福航空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据知情人透露，现在航空业的日子都不好过。看看数据就知道了，今年前3季度，国内3大航空公司合计亏损超过500亿。就连东航这样的巨头，到现在还背着2000多亿的债务。一位业内人士无奈地说，现在国内航空公司就像在打饥饿游戏，能活着就不错了，还指望什么利润？连机票都卖不动，连油费都快付不起了，拖欠工资也就不奇怪了。有航空专家分析说，这些问题的根源，说到底还是整个中国经济的衰退。客流萎缩，成本上升，债务高企，航空公司就像是困在三角债的死循环里。如果经济继续这样下去，可能会有更多的航空公司陷入困境。这哪是国资企业，简直就是在演示如何把一家有前途的公司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看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困境了。曾经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中国汽车业，现在也露出了疲态。最近，中国规模最大的集体所有制汽车企业长城汽车爆出惊人内幕，通过各种手段恶意裁员，短短1年半就裁掉了5465人。这家号称要征服全球的汽车巨头，现在连自己的员工都养不起了。先来看看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根据长城汽车的年报显示，从2023年到2024年上半年，公司员工数从87367人暴跌到81902人。简单算一下，平均每个月就有300多人消失。这哪是正常的人员流动，简直就是在大逃亡。更可怕的是裁员手法。据一位前员工爆料，公司玩了一套绝活，先是莫名其妙给你打低绩效，然后以不胜任为由把你从技术岗调到仓管，工资一下子就砍到3000块。你要是不服气，继续在原岗位上班，他们就给你扣上个矿工的帽子，直接开除。这不是欺负老实人是什么？一位被裁的管理层员工更是道出了惊人内幕，年初突然被以工作失误为由开除，连赔偿都不给，加班费也不发。这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居然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干了。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说，这些手段都是有预谋的。先制造不满意的绩效考核，再强制调岗降薪，最后逼你自己走人。这样，公司既能达到裁员目的，
又能逃避赔偿责任。说白了就是钻法律空子，把员工往死里整。更让人唏嘘的是，长城汽车的财报数据，2023年净利润才70.22亿，比上年暴跌了15.06%。今年的形势更是雪上加霜，一季度利润同比下跌57%。这样的业绩，连股东都快看不下去了。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据知情人透露，长城汽车在欧洲的表现更是一塌糊涂。今年5月，公司不得不宣布调整欧洲战略，实际上就是在为大规模裁员打掩护。一下子就裁掉了100多名欧洲员工，这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可算是彻底砸了。更讽刺的是，长城汽车今年8月还被南方电网拉入了黑名单，原因是发生重大失信行为。这家曾经的汽车业明星企业，现在已经沦落到连供应商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了。一位汽车行业分析师指出，现在不光是长城汽车，整个中国汽车业都在走下坡路。今年前10个月，国内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7.8%，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大跌幅。更要命的是，现在不少车企都在打价格战，卖一辆车亏一辆车，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有专家预测，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过。汽车行业现在面临着3重压力：国内需求萎缩，海外市场受阻，成本持续上升。很多企业已经到了要么裁员，要么破产的地步。我估计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更多的车企爆雷。看来中国汽车业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曾经吹嘘要走向世界的车企，现在连自家员工的饭碗都保不住了。这场汽车业的寒冬，恐怕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些昔日的巨无霸企业纷纷爆雷，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中国经济到底还能撑多久？或许比起那些漂亮的 GDP 数据，企业的这些裁员潮、降薪潮才是最真实的经济晴雨表吧。